嗨，大家好。近期关于演员佟丽娅一则所谓再婚的新闻，再度成为互联网上的焦点。其实每个女明星的花边新闻甚至绯闻，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但此次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重点在于佟丽娅这次的再婚对象竟然被谣传为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而且他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消息一出，台长夫人的留言灌爆了佟丽娅的微博，而与台长名字相关的留言也迅速被微博清除。之后，佟丽娅立刻在北京海淀区派出所报警，平安北京海淀随即发布官方声明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滋事等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本以为谣言的传播会以警方的介入而戛然而止，没想到网上的讨论却愈演愈烈，甚至偏离了焦点，说为什么微博要删帖，为什么不能讨论，为什么佟丽娅和其他明星的待遇如此不同等等诸如此类。甚至香港的《明报》也跳江出来，独家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称，佟丽娅确实再婚，丈夫也正是网民所传的中宣部副部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挖掘一下这则谣言的源头到底在哪儿，以及我为什么认为它是假的。首先来看香港《明报》的这则看似言之凿凿的报道，这个所谓京城消息人士会是源头所在吗？《明报》的这篇报道发表自12月24日，这个时间点佟丽娅再婚事件已经被热炒和讨论了几天，而且同在2天之前22号已经报警。那么《明报》所引述的这位京城人士有什么一锤定音的新料吗？还真的没有。纵观整篇报道，这个消息人士所谓的什么阴谋，什么同报警，并不是否认再婚云云，都是网上这几天已经讨论烂了的分析和观点，了无新意，只不过加上了个所谓京城人士来增加可信度罢了。那么这则新闻是否可信？所谓的京城消息人士是否就是源头呢？我随后将目标锁定在了此篇报道的作者钟氏身上。我大致搜了一下这个作者的其他文章，比如这篇发布自2020年2月17日，我惊奇地发现那位所谓的京城消息人士又出现了。钟氏引用他的消息，不过就是要证明新冠疫情的爆发是中国领导层的应对不当所导致。而这一篇发布自2020年4月17日，同样来自钟氏的文章，那位京城消息人士再次出现，并预测了当年的两会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很有可能将以视像形式召开。结果当时中国应对疫情得宜，全国陆续复产复工，5月21日各省代表齐聚北京，两会顺利召开。现在看来，这个所谓的京城消息人士不过是作者钟氏的一种文风罢了，观点基本都摘自他处，既不独家也不靠谱，距离真正的消息源头恐怕有10万8千里了。那么既然《明报》不可信，于是我就只能自行追溯源头。微博上引起关注并集中讨论开始自12月21日，更是在22日佟丽娅报警后达到高潮。不过微博上的评论已经被清理过几波，我们又不是微博内部人员，想拿到数据库备份并进行数据挖掘谈何容易。看来消息溯源似乎遇到了瓶颈。不过就在我查找的信息当中，一则网友的微博似乎给到了我一点线索。这是他在12月21日20点45分发布的微博，说整个事件的消息来源是比较著名的境外反华账号，天天造谣攻击中国。那么既然谣言有可能来自境外，于是我就在推特上搜索了一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所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中，我找到了一则出处最早的推文，就是这里，是发布在12月18日的下午4点38分。经过我的查找，推特上应该没有比这一篇时间更早的推文了。而且巧合的是，该推特账号就是此前曝光举报震旦老师那位学生个人信息的同一账号，的确蹊跷。那么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盖棺论定，这个境外推特账号就是谣言的始作俑者呢？看起来一切都指向了这里。不过这则发布于12月18日下午4点38分的推文，只是我在推特这一家平台所找到的。如果在其他平台还存在更早的消息源，那么这个推特账号就不是源头。为了谨慎起见，我又在其他多个境外平台进行了查找，功夫再次不负有心人，竟然又被我找到了一个更早的出处。这是北美华人译网的论坛，这名网友在12月18日发布的一个帖子，临睡前报个瓜吧，佟丽娅的新老公，而且明确指明为现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时间则是在18日凌晨1点55分57秒，比刚才推特那个爆料又早了足足有14个小时。不过查到这里，我却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即便是两个平台，但如此重磅且指名道姓的爆料，信息传播的间隔竟然高达14个小时之久，在信息化泛滥的现在似乎不合常理。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查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时差。我们来做个简单实验，来到北美华人译网某个论坛，刷新后可以看到最后的回复时间为12月27日21点41分，而我现在所在的北京时间则是28日上午10点41分，相差了13个小时。原来这个论坛所用的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而反观 Twitter 则完全不同。作为用户群来自全球各地的大型社交媒体，它显示的并不是 UTC 世界标准时间，而是会自动同步至用户的本地时区。换句话说，你在中国和美国浏览相同一则推文，所看到的发布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回到北美华人译网的这则爆料贴文，既然是美东时间，所以需要在18日凌晨1点55分的基础上加上13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它的发布时间是在北京时间18日的下午2点55分，而在1个多小时后的下午4点38分被人转发到了 Twitter， 这个间隔时间就相对合理多了。那么这个最早的发布者是不是也是微博上所传的境外反华势力呢？我大致浏览了一下他的过往贴文，皆是一些在北美生活的琐碎，而且还育有一子一女，看起来并不像。而更重要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已经发现这个发布者也是个吃瓜群众，最早的消息来源并不是他。在他发帖之后，立刻有网友回复说刚在豆瓣中看到，而且被秒删了。紧接着有人回复，豆瓣上说是前2天在华人看到的，华人也就是北美华人译网这个论坛。更有人回复，居然华人贴也能当锤了。北美华人译网大家关注的并不多，因为是以女性用户为主，更被很多网友自嘲为大妈论坛。关注点之一自然就是明星八卦，我对这些明星八卦吃瓜毫无兴趣，不过为了这期视频不得不特意研究了一下关于佟丽娅的所谓流言蜚语。其实早在去年佟丽娅登上春晚舞台后就开始了。一个演员能在春晚主持，这是自当年刘晓庆和张国立之后就没有过的，的确让人浮想联翩。不过春晚的主旋律往往都是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一统，考虑到佟丽娅来自新疆，又是少数民族的身份，上春晚做主持也无可厚非。男主持用尼格买提也有这个意涵。即便考虑到佟是演员身份而不是科班出身，当年春晚的主持阵容中还有另一位也是演员，那就是来自香港的胡杏儿。不过他可并没有引起吃瓜群众的热议。反观佟丽娅就不一样了，各种谣言和花边故事接踵而来，而且绯闻对象涉及到的什么官员都有。可能是上过春晚的缘故，中央台的台长自然是最容易联想到的那一位。再加上今年520佟的离婚，大妈论坛上热议的瓜就更加有模有样了。所以综上所述，本次关于佟丽娅的舆情最初是来自境外北美华人论坛的八卦，而后被豆瓣网友当真来传播，被删后再传回北美华人论坛当作实锤进行爆料，最后被境外某些势力利用，在推特和国内微博上大肆传播所导致。至于其真实性能有几何，各位见仁见智吧。最后来说一下我为什么认为这是假的。首先，候补委员以上的官员想要离婚再婚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经过组织上的严格审查，时间不会短。而这个时间点距离明年20大又非常近，如果想在未来仕途上更进一步，照常理讲，再婚绝不会选择这个时间，更何况对方又是一个观众熟知的演艺明星。而佟丽娅方面，面对这种不实谣言，摆在他面前的有2个选择，一是正面辟谣，2是报警处理。很多网友也说了，你直接把户口本结婚证拿出来，不就直接证明了吗？何必报警呢？举个例子，如果有人说你老婆和隔壁老王有染，难道你就让他们直接出来辟谣吗？在大家不信之后，你会让自己的儿子跟隔壁老王做个亲子鉴定以自清吗？如果真这么做，我佩服你。不过之后再有谣传是隔壁老赵、老钱、老孙、老李，你也要如法炮制，都这么来一遍吗？不正面辟谣，原因在于此种谣言的成本实在太低，实锤证据是要由爆料者提供的，而非对方，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佟丽娅选择报警而非正面辟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至于明报那位京城假消息人士所谓的佟丽娅报警，并不是否认再婚，而是针对高官情妇之类，则更为可笑。试想，如果佟报警的目的是要证明我是明媒正娶，而非小三转正，难道是要警察来断他的家务事吗？这种报案，警察会受理吗？个人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佟是否再婚，警方在民政局一查便知，谣言一戳即破。也正是因为这个谣言太过容易戳破，平安北京海淀才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告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滋事等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断定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至于微博删帖删屏，并不是因为佟丽娅比王力宏手段更高，名气更大，而是因为谣言涉及到了政府官员。我还真没见过哪个正部级以上的高官又没有违法定罪及花边新闻可以在微博上随意讨论的。难道你是第一天逛微博吗？至于很多网友所谓的删帖就是此地无银，间接证实了消息真实性之说，就更为可笑了。YouTube 上会将所有带“挖”这个关键字的评论清除掉，我想我频道的很多网友也感觉到了，甚至连我在自己社区的帖子中也不能带这个“挖”字。难道这就可以间接实锤东南某岛的某绿班们就都是挖了吗？好，本期视频就是给大家解释了此次佟丽娅事件网络舆情的来龙去脉。我们2022年再见。